2023年7月，不丹正式对外宣布将3块总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给中国。随后，在不丹官方发布的地图上，库拉岗木峰附近、麦拉山口地区以及宁玛地区等地都被划入了我国版图。这是不丹与中国历经20多轮艰苦谈判才取得的成果，也是中不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体现。然而，消息一经公布，印度那边可就彻底坐不住了，简直是破了大防。印度媒体更是跳出来宣称，中国此举是侵占行为。这种逻辑显然是极其荒谬的。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和平谈判划定边界，本身就是国际法的基本体现。而印度这种代入感极强的干涉，恰恰暴露了其长期以来将不丹视为其政治后院的霸权思维。在印度的战略构想中，不丹不仅是其北部防线的天然屏障，更是其维持南亚霸权地位的关键棋子。因此，当中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时，印度感到的不仅是地缘上的焦虑，更有一种掌控力正在流失的挫败感。为何印度会对中国的外交动作反应如此激烈？不丹这个小国又为何要主动向中国示好呢？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不丹归还中国1500平方公里土地，为何印度上蹿下跳？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不丹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也十分微妙。它夹在印度和中国西藏之间，背靠喜马拉雅山脉，而西南方向则正对着一条狭长的通道——西里古里走廊。这条走廊仅有20公里宽，如果它被截断，印度就将被分割成东西两块，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以及梅加拉亚邦等地都将成为飞地。因此，这块地方可以说是印度的7寸西里古里走廊对于印度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里是印度东北部领土与本土连接的唯一陆路大动脉。一旦发生战事，只要对方的装甲部队或是远程火力能够封锁这段狭窄的平原地带，印度部署在东北部争议地区的几十万军队就会瞬间陷入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此时，不丹的领土就像一把悬在西里古里走廊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中国在不丹境内的边界推进哪怕几公里，都能对这条走廊形成俯瞰之势，这正是印度军方几十年来的噩梦。18世纪，英国人殖民南亚次大陆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元1774年，英国人出兵攻打不丹，不丹不敌，只能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允许英国人在不丹境内自由砍伐森林。这其实只是英国殖民扩张的第一步。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看中了不丹丰富的森林资源，更想通过不丹开辟通往我国西藏的贸易路线。1864年，英国再次对不丹宣战，这一次双方打了整整3年，最终英国获得了胜利，双方以签订新楚拉条约告终。不丹被迫将南部83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英国人作为通商口岸，这些被割让的土地就是后来著名的18山口地区，它们涵盖了喜马拉雅山脚下最肥沃的冲积平原，直接导致不丹失去了最核心的农业产区，只能退缩进崎岖的高原山地。随后，英国在1888年和1903年2次入侵我国西藏，在此期间，不丹扮演了带路党和翻译的角色。为了更好地控制不丹，英国人在1901扶植乌延旺楚克为不丹世袭国王。1910年1月，不丹王室和英国签订了普纳卡条约，规定不丹政府同意就外交问题接受英国政府方面的督导。也就是说，英国虽然没有像占领印度那样占领不丹，但对不丹的外交事务有一票否决权。这种所谓的督导，本质上就是将不丹变成了一个没有外交主权的保护国。英国人只需要控制不丹的对外交往，就能确保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不会出现敌对力量。而不丹王室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保住家族的世袭统治地位，不得不向大英帝国妥协。这种出卖外交权的妥协，虽然换取了一时的安稳，却让不丹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近半个世纪之久。而这个条款成了不丹王国此后100多年难以挣脱的枷锁。二战结束后，英国撤出南亚次大陆。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其在不丹及其他喜马拉雅山国的权利由新成立的印度政府继承。1949年8月8日，不丹与印度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该条约规定，不丹在外交方面需要接受印度的指导。这种指导二字听起来虽然比英国时期的督导稍微客气了一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更为严苛。印度政府在心理上完全继承了殖民者的傲慢，他们认为不丹不过是应属印度遗产的一部分。
印度外交官甚至在非正式场合中多次表示，不丹的对外电报和国际往来都必须先经过新德里的审阅。这种近乎于监控的指导，让不丹成了名副其实的内陆孤岛。但问题在于，印度的实力远比不上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何牢牢地掌控不丹，对印度政客来说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历史上，不丹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主流信仰是藏传佛教的分支主巴嘎举派。尽管被英国控制了几十年，但从文化和宗教上来说，它都和西藏更亲近。想要武力占领不丹难度很大，这个国家95%以上的面积都是山地，且北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高达6000多米，要把久居平原的印度士兵送到那里去打仗，和送死没什么区别。印度的军事家曾多次进行过模拟推演，他们发现，如果想要通过纯军事手段完全吞并一个全民皆兵且信仰坚定的山地国家，其所需要付出的后勤成本和人员伤亡将是天文数字。因此，印度放弃了直接吞并的粗暴计划，转而采用一种更隐蔽、更全方位的柔性控制策略，即在经济上深度捆绑，在政治上强力渗透，在军事上借口入驻。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尼赫鲁下令在不丹驻军，从而在军事上控制了不丹。同年8月，印度又向不丹派驻了一支4000人的军事训练团，在西部哈宗建立了基地，美其名曰帮不丹训练军官。这个所谓的军事训练团，其真实的权力大得惊人。他们不仅直接管理不丹军队的日常训练，甚至拥有不丹国防预算的审核权。印度军官常年出入不丹王宫和政府核心机构，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太上皇。不丹的任何一次重大人事变动，如果得不到这支训练团的点头，几乎都无法推行。不丹的哈宗是通往我国西藏亚东的要道，印度此举的意图不言而喻。之后，印度又在廷布、帕罗、楚卡宗等地驻军，拿下了不丹王国大半的军事控制权。当然，想要收复小地，光有大棒是不够的，还得有胡萝卜，才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因此，印度开始在不丹身上疯狂砸钱。1961年，不丹开始实行第一个5年计划，计划耗资共计1300万美元，这笔钱全由印度政府提供。而不丹之后几十年修建的大部分学校、医院、公路等基础设施也是印度投资参与的。印度对不丹的这种经济渗透是全方位的，他们深知只要控制了不丹的钱包，就控制了不丹的喉咙。当时的印度工程师遍布不丹全境，所有的公路等级都按照印度的军事标准建设，所有的教材都采用印度的版本。印度甚至在不丹境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并规定不丹本国货币努尔特鲁姆与卢比保持1:1的固定汇率。这种深度绑定意味着，一旦印度切断援助，不丹的国民经济将瞬间崩盘。说印度包养了早期的不丹，一点儿也不为过。到1970年代中期，印度对不丹的援助金额依旧占据不丹财政总收入的1半以上，但双方的关系并没有朝着印度期望的方向发展，甚至隐隐有貌合神离、越走越远的趋势。听起来这似乎是个渣女和老实人的故事。印度勒紧裤腰带，好吃好喝的供着不丹，结果这个小仙女非但不领情，还总想着一脚把阿三踹开。不丹为何这么渣呢？说来还是印度自己造的孽。在不丹王室看来，印度的这种关怀是带有毒性的，每一次援助背后都伴随着新的政治要求。比如，印度要求不丹在国际组织投票时必须与印度保持一致，要求不丹将所有的水利资源优先低价出口给印度。这种长期的压抑和剥削，让不丹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们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丹迟早会像锡金一样，在某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被印度的一场所谓的全民公投彻底抹去国家名号。1962年11月，不丹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科伦坡计划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合作会议，并且在此次会议中被接纳为科伦坡计划的正式成员国。印度方面认为这是不丹生出不臣之心的征兆，便在1964年4月暗杀了不丹国王吉格梅多吉，同时还中断了对不丹的经济援助。虽然印度官方一直矢口否认参与暗杀，但在当时的政治逻辑下，除了印度，没有人能有这样的动机和手段在廷部策划并实施如此周密的暗杀行动。这场血腥的刺杀成了不丹王室与印度政府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从那一刻起，不丹的高层意识到，印度绝非什么慈祥的保护者，而是一条随时可能反噬的毒蛇。
这一套组合拳直接导致不丹国内陷入混乱，也让不丹王室看清了印度友好援助外衣下的狰狞面孔。1970年，不丹不顾印度要求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印度情报机构便计划在1974年的不丹国王登基大典上暗杀新国王。结果，不丹军警提前接到情报，逮捕了1名刺客，其余几人全部逃到印度境内，而印度官方一直拒绝交出这些刺客。这次未遂的暗杀不仅再次证明了印度的野心，更让新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感到如坐针毡。他意识到，仅仅靠国内的警卫力量是无法对抗印度的，他必须将不丹的问题国际化。只有让世界各国的眼睛都盯着这个山地小国，印度才不敢明目张胆地下黑手。于是，不丹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惊险的外交突围战。他们开始秘密接触联合国官员，开始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发声，试图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不丹不只是印度的附庸，不丹是一个渴望和平与独立的主权国家。1975年，印度强行吞并西金，还把西金国王赶到了海外。此举虽然在国际上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却把旁边的不丹搞得坐立难安。西金的灭亡是不丹永远的警钟。当时，印度的坦克直接开进西金首都甘托克，所谓的全民公投在刺刀下完成，曾经的独立国家转瞬间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不丹人目睹了这一切，感到脊背发凉。在当时的南亚，西金、不丹、尼泊尔被统称为喜马拉雅山国。如今西金已亡，下一个会是谁？这种灭国危机感成了不丹王室后来几十年所有外交决策的底层逻辑。不丹国王爱钱，但更爱独立自主。想到自己未来可能被三哥用强，成为印度第26个邦，不丹国王就感到身体一阵恶寒。不行，我得想办法，不能让子孙变成咖喱味的。1980年，不丹4世国王吉美辛格旺楚克提出达到自主和保持不丹主权独立的治国方针。在他领导下，不丹在国际外交上动作频频。他们先是和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又跑到欧洲和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建交。与此同时，不丹还加入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这些举动在外界看来或许只是寻常的外交程序，但在当时的南亚地缘环境下，每一项建交都是在挑战印度的底线。为了能够顺利与欧洲国家建交，不丹外交官不得不绕开印度的监视，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进行沟通。每当一个新国家宣布承认不丹并建立外交关系，不丹的国家主权就多了一层保护色。这种结网式的外交策略让印度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却又因为不想破坏国际形象而无法公开翻脸。总之一句话，不丹国王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印度的附属。这些行动，印度当然都看在眼里，但80年代英迪拉·甘地奉行的是睦邻友好的地区政策，比较注重国际观瞻，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印度的妥协也是有条件的，不准不丹和五常国家建交，这也是不丹至今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原因所在。印度之所以对五常建交如此敏感，是因为一旦五常国家在廷部设立使馆，印度在不丹的驻军和政治顾问就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实时观察。特别是如果中国在不丹设立使馆，那么中部边界的任何摩擦都会瞬间透明化，印度将失去通过暗箱操作控制不丹外交走向的能力。通过这一系列努力，不丹争取到了许多国际援助，这极大地缓解了他们对印度的依赖。但对不丹而言，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丹国王心里跟明镜似的，真正能左右他们命运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印度，而另一个就是中国。所以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不丹政府就主动和中国搭上了线，双方就边界问题展开多轮友好协商和谈判。这种接触最初是极为低调的，往往在第三国进行秘密会谈。对于不丹来说，与中国建立正常化的关系是制衡印度霸权的最强武器。只要中国承认并尊重不丹的主权领土完整，印度就不敢轻易实施吞并计划。因为印度非常清楚，中国绝不会允许在自己的南部边境出现一个被印度彻底吞并的巨型印度。这一举动无疑触动了三哥敏感的神经。这是什么情况？我舔了几十年的女神，怎么在跟别人眉来眼去？还有人性吗？还有法律吗？90年代，印度外交部长因德尔·古杰拉尔提出古杰拉尔主义，倡导以尊重彼此主权、不干涉内政及互惠共赢等原则，实现印度从地区大国到全球大国的战略抱负。但这话只是说的好听，
每当不丹和中国的边界谈判取得成果的时候，印度就会强行干预。比如在90年代的一次边界谈判中，当中部双方已经就部分争议地区达成初步共识时，印度政府突然以保护不丹安全为由，强行要求不丹政府增加在边界地区的兵力部署，并派遣印度军官直接参与谈判过程。这种名为协助、实为监控的行为，多次打断了谈判进程。印度甚至通过切断不丹的石油供应、提高过路关税等流氓手段，向不丹王室施加压力，要求其在谈判中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以确保谈判最终无法达成协议。在印度的威逼之下，中部关系正常化进程被严重拖慢。2007年2月，印度用《印度不丹友好条约》取代了几十年前签订的《永久和平友好条约》。新条约允许不丹部分自主决定外交事务，并且可以向其他国家采购武器装备，但也新增了一个条款，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有损另一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动。这一条款实际上是印度的特洛伊木马。印度解释说，由于中印之间存在长期的领土纠纷，不丹如果与中国划定边界或进行领土交换，可能会影响印度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洞朗地区，印度一直认为那里是其防御的重中之重。通过这个条款，印度依然保留了对中部边界谈判的最终干预权。但不丹早已看清了印度的霸权主义面目，不丹国王甚至宁愿放弃王权，也要在国内搞民主化改革，就是为了把独立自主4个字刻进宪法和民众的脑子里。这场改革堪称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老国王主动提出交权，让国民去选举自己的政府。这招不仅在内部凝聚了民心，更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当一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后，外部大国想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操纵王室来控制整个国家的难度就大得多了。不丹的民主化实际上是给国家主权穿上了一层坚实的防弹衣。2002年，不丹政府制定新的工业政策，允许外国在不丹直接投资。另外，政府还开放了服务业，允许外资控股最高可达 70%。这一举措大大改善了不丹的经济结构。到2017年时，不丹的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分别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和 42%。不丹政府还在电力供应上下了大功夫，他们充分利用国内的水利资源，兴修水电站，这不仅满足了本国的电力供应，甚至还能向印度出口水电了。水电产业的发展是不丹实现经济独立的杀手锏。过去，不丹对印度的电力依赖度极高，而现在形势发生了逆转。不丹每年向印度输送大量的廉价清洁能源，这使得印度在某些层面反而开始依赖不丹的能源供应。虽然印度依然是主要投资方，但不丹已经开始尝试引进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资金，试图稀释印度的战鼓。经济上的挺直腰杆直接带来了政治上的底气。为了把自己的国家和印度彻底区分开来，不丹国王吉美洛辛格旺楚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并在国际上大力宣传。旺楚克说，政府执政应该关注民众的幸福，并为此而努力。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成了全球最重视环保和幸福教育的国家。这种软实力的构建是极高明的。印度一直自诩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并试图在文化上同化不丹，而不丹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不追求疯狂的 GDP， 我们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和生态的和谐。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化竞争，让不丹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了道德高地。当人们提到不丹，想到的是最后的香格里拉，而提到印度，往往联想到的是贫困、混乱和重工业污染。这种形象的差异，极大地增强了不丹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不丹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政府每年只允许6000名游客入境，并收取高额的环境保护费。不丹是全球少数几个实施全面禁烟和禁塑的国家，政府不允许民众随意砍伐树木，如果砍掉1棵树，就必须补种3棵树。此外，每人每年还必须种下10棵树。2007年，不丹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其森林覆盖率高达 74%， 冠绝整个亚洲。不丹政府还为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1998年，不丹荣获了一项重要奖项——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基本卫生服务50周年大奖。在普遍缺医少药的南亚地区，这样的成就实在是难能可贵。在2000年之前，不丹已经有 78% 的农村人口用上了自来水，70%的农村家庭也都建起了室内厕所。这2项指标更是把印度甩得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当不丹的农民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初级医疗和清洁的饮用水时，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自然会大幅提升。不丹政府深知，只有让国民过得比邻国印度的人民更好，国民才会有保卫国家的动力。事实证明，这一策略非常奏效。不丹民众对于印度驻军的反感程度正在逐年上升，要求印度军队撤出的声音在不丹议会中也越来越大。2010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波克在《幸福政治学》一书中将不丹模式放在开篇介绍。2011年，联合国大会在不丹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了一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呼吁世界各国将追求国民幸福作为国家治理发展的最终目标。至此，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总值理念算是走出南亚，登上国际舞台了。如今，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300，比印度高出1/3。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再想强行同化不丹就非常困难了。也正因如此，不丹近些年才敢加快和中国谈判的进程，并且不顾印度反对，在边界问题上向中国主动让步。2019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不丹时曾发表过一番演讲，大意是不丹是个佛教国家，而佛祖释迦牟尼正是印度人，因此不丹和印度两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种强行攀亲戚的行为在不丹并没有引起多少共鸣，反而让不丹精英阶层感到反感。不丹有着自己独特的藏传佛教传承，其教派源流与印度现代流行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莫迪试图通过宗教文化来抹平主权边界的做法，在现代政治语境下显得既过时又苍白。访问结束后，莫迪承诺将给不丹提供450亿卢比，约合45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但在如今的不丹人眼中，这些胡萝卜已经不太好使了。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不丹年轻人通过手机能看到外界真实的样子。他们看到印度北方4邦里还有44%的人在露天如厕，看到印度的社会矛盾和环境恶化。这种真实的对比远比官方的援助数据更具冲击力。印度伟大已经无需多言，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不丹人相信印度能让不丹过上更好的日子，多少有点痴心妄想了。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希望得到你的点赞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